好吃的烧鸟蹄灯。大家好，常大夫又下班了。今天晚上就简简单单吃一点鸡肉的料理。首先点的这个鸡肉的刺身啊，都已经不知道要劝退多少人了。生的鸡肉口感软软糯糯的，相比起蘸酱油，个人更推荐蘸上一点盐和麻油，不容易干扰到生鸡肉的那种清香。紧接着就是我个人期待已久的蹄灯了。这道菜呢非常考验师傅对火候的把控，放到嘴里轻轻咬下，雄厚的蛋液呢就会伴随着酱汁在口中翻滚。随着这个蹄灯，接下去就进入鸡的稀有部位系列，像这个口感松软而且油脂感极强的鸡白干，口感爽滑而且略带咬劲的姜烤鸡冠。今天的鸡冠吃起来肥嘟嘟的，非常带有弹性，不硌牙，而且每只鸡只产2只的鸡脚心，油脂肥厚，吃起来外酥里嫩的鸡凤尾，也是台湾人民常说的七里香。鸡牡蛎也是鸡大腿内侧非常嫩滑的一块肉长得有点像牡蛎，口感极嫩，肥瘦比例也很好，一掐都能掐出油来。今天的菜口味比较重就选了这一款口味清新解腻的风之森。吃多了鸡内脏接下去又上了一道雄性墨鱼的金炒，滑滑弹弹的，味道有点甜。老板收集的这些手办认出来的人是直接暴露年龄了。我管这道菜叫葱葱烤鸡腿，上面白板的青葱和大葱和脆皮的鸡腿肉搭配就别提有多香了。鸡肉丸子吃之前呢，还是要先蘸上一些蛋液，咬下去里边还略带脆骨，吃起来咬劲十足。接下去我们吃点蔬菜缓一缓，先是这一道烤制的辣椒酿明太子，很鲜辣舒爽，但是呢这个辣劲有点上头。明太子酱烤西葫芦最近比较常见，但这家店菜和酱都会做得略厚一些。由于最近上海晚上开始转凉了，所以我们还点了这里招牌的痛风锅，有按抗鱼干做锅底来煮长鳍的生蚝，本就是味道比较重的食材，煮完之后按抗鱼干就逐步化入到汤底当中，这个时候再吃牡蛎就非常入味了。这家店的火山年糕真的要重点推荐，很有可能因为这道菜会成为他们家的回头客。年糕烤的外酥里糯，再配上底下的酱汁，是越吃越上头，而且停都停不下来的那种。最后再配上一点清酒调制的鸡尾酒。那我们明天再见了。